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桑葚搭配它这样吃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腰不酸腿不软，浑身有力气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桑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果干，它的原材料是咱们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桑葚，通过加工或者是烘干做出来的这种果干，对于咱们在农村里面长大的70后、80后，还有90后的朋友，对于桑葚实在熟悉不过了。因为每到夏季啊，就是桑葚大量产出的季节，田间路边都是桑葚树，桑葚树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，还有一些绿油油的，和一种这种红的发紫、紫的发黑的桑葚。要说甜味，这种的黑桑葚，它的口感就是最甜的，但是看起来却最不好看，最不起眼。不要看它长成这个样子，用处却非常的棒，村里面的老人可都把它当一个宝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种做法，是很多长寿老人都在用到的做法。感兴趣的话，就继续跟着视频往下看吧。我们准备一小把桑葚干，不需要太多，因为不管再好的食材，它都是有一个量的，超过了这个量，那么就容易适得其反。所以说，适量就可以。往里面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把桑葚干淘洗一遍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桑葚，它是一小颗一小颗的果实簇挤而成的，而这些狭小的缝隙里面，特别容易藏污纳垢，并且桑葚在烘干和晾晒的过程中，没有经过任何清洁处理，所以我们在用之前一定要把它洗一洗。洗的时候也不用太复杂，太复杂的话，容易把果肉弄碎，从而导致里面的营养成分流失。因此我们只需要用清水淘洗一遍，把表面的灰尘冲刷下来即可，冲洗一次就好了。洗完桑葚的水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变成了这种的紫红色，并不是说桑葚被加工过出现掉色，而是因为桑葚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所以说水变成这种颜色是正常现象。控水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小把黑豆。黑豆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粗粮，它有世界禾本科之王之称，由此可见它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。平时常吃黑豆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。我们加入少许的清水，先把黑豆抓洗一遍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在洗黑豆之前，都是需要将黑豆进行挑拣，把里面不好的一半的，或者是坏掉的黑豆全部捡出来不要，不然的话不仅影响口感，而且坏掉的黑豆还含有毒素哦，吃了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。洗成这个样子就已经完全洗干净了，把水再一次倒掉。很多人在煮黑豆的时候，都容易导致煮黑豆的时间过长，不容易烂的情况。今天教大家一招，我们往里面加上适量的食盐，然后用手来搓。那么在搓的过程中，食盐和我们的黑豆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摩擦力，那么这样一来，就会对我们黑豆表面的这一层硬壳产生一个打磨的作用，从而可以缩短黑豆在煮的过程中开花的时间。这样搓一搓，黑豆会熟得更快，搓到3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表面的食盐残留冲洗干净。被这样用食盐搓过的黑豆，在煮的过程中，就可以大大缩短它开花的时间。再一次把脏水倒掉，继续抓洗至水变得清澈，我们的黑豆就完全洗干净了。洗好的黑豆也和我们的桑葚放一起，接着再准备5颗红枣，少许的水把红枣打湿，用手抓一抓，这样可以让红枣表面充分的被水润湿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加一点面粉进来，用手抓一抓。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好奇，为什么我们的红枣要这样抓呢？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，红枣的表面有许许多多的褶皱，
而这些褶皱里面最容易藏污纳垢，藏一些脏东西在里面，特别不容易被清洁出来。而我们加一点面粉，利用面粉的吸附性，就可以把这些沟沟壑壑里面的脏东西吸附下来，抓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现在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，将红枣表面的面粉冲洗干净，红枣褶皱里面的脏东西也就被一并带走了。看一下这样洗出来的红枣褶皱，里面非常干净，没有一点点脏东西哦。整个过程中我换了4次清水，直到碗中的水变得非常的清澈。像这样的红枣就已经完全洗干净了。洗干净的红枣也和这些食材放在一起，不同的是，我们需要用剪刀把红枣表面的果肉剪下来。小时候在亲戚家看到过红枣树，整棵树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红枣，它的个头比较小，但是当它完全变红之后，还是能看见红彤彤的红枣挂在树上，可好看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半块生姜，最好是准备这种的老生姜。我们把它洗干净后，这个生姜皮千万不能去掉哦，然后把它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。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，里面含有丰富的姜辣素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它的用处也非常的多，在很多食谱里面也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像这样切上10片左右就可以了，也收入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枸杞，一同放入碗中。所有食材准备就绪后，现在我们把它倒进砂锅里。这里大家一定要记清楚，最好是用砂锅，没有砂锅的朋友也不能用铁锅。那么我们可以用不锈钢锅来代替，或者是家里面的电炖锅，然后往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，我这里加了2000毫升。接着盖上锅盖，开大火把它煮开后，再煮上20分钟的时间。锅里面开起来之后要把火调小一点，不然的话里面的汤特别容易溢出来哦。时间到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揭开锅盖了。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抓住锅上的这个柄，然后将锅盖揭开。哇，实在是太香了！看一看这个汤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，光看起来就食欲满满了。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水已经变成了这种的酒红色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趁热把它盛出来。像这样，我们的桑葚黑豆水就熬煮好了。桑葚搭配了这几种食材之后，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。可以看到被这样煮过的桑葚，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桑葚一样，这个时候也变得非常的可口好吃，而里面的黑豆也变得圆鼓鼓的，红枣这个时候也变得非常的香甜软糯。再搭配上咱们营养丰富的枸杞，这一道汤它的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了。盛入碗中之后，我们不需要再加其他的料，直接这样放置不烫嘴就可以趁热饮用了。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了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对你有所帮助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